捋清下最近一些洗脑的话术和思维植入。话术一：小哲不是这样的人，活动里会帮粉丝争取礼物，以前出歌卖3块钱都觉得不好意思。这个话术和思维置入在潮牌预热之后瞬间扩散，有没有觉得很似曾相识？是的，就是在质疑张三千公众号上一模一样的套路。小哲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会写文章卖惨的那种。关于张三千的文章，凡是有脑子的、真正读过文章并且阅读理解过关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卖惨的公众号，反而是一个能直面过去、直面自己、勇敢、坦荡、有点小文艺又带着点率性和可爱的一个号。而关于潮牌，先不说此一时彼一时，什么时候光明正大做生意居然还能被道德绑架上，这时候便有另外一种声音。这时候出现了话术二：潮牌是在小程序卖，是面向粉丝，属于割韭菜行为。首先，割韭菜这个词是金融术语，意思是机构操纵股市，可以大幅度减仓，导致股价大跌，再以低价建仓，反复循环获利，而因股价大跌而损失的散民便是被割了韭菜。不要知道了一个词语就随便乱用，创立品牌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属于正规的商品交易，银货两讫，何来割韭菜一说？品牌刚起步，货品种类和库存达不到大平台的标准，选择微信小程序开启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然那里那么多小众品牌和商家，难道都是割韭菜？一门生意刚开业，哪个不会呼朋唤友帮忙打开销路？有粉丝资源打底就叫割韭菜了？割韭菜还会限购？粉丝都是自发喜欢欣赏而购买，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和消费逻辑。譬如我花上万块钱买个我喜欢的品牌所出的包包，难道我就是被割韭菜了？不要把正当的商业行为利用话术上纲上线。话术三：这个品牌只有水母首饰 logo， 就是卖给水母的，不是卖给 CP 粉的。这个话术非常有意思，用自己元素，不用不真实的 CP 元素，不利用另一方，不欺骗粉丝，反倒还被诟病上了。而且不利用 CP 元素，不是反而推翻了上面所谓割韭菜一说吗？如果真想割，出2款，一款带首饰 logo， 一款带橘子皮 logo 不就好了？这俩话术不是自相矛盾吗？而且这又引申到了另一个问题， CP 问题。苏师傅一文讲得很明白， CP 圈里的脂粉靠嗑 CP 盈利。挺早前我便意识到课堂是一个产业，是课堂大粉脂粉的饭碗。记得 B 站有一位课堂大阿博主提等某喵，是我最早关注的阿博主之一。813出事后我就没怎么上小破站了，偶然一次上发现他刻起了宫和周瑾一模一样的模式，然后应该是流量不行，后面又刻回他俩，真是一出接一出，一套接一套。其实熟悉这个模式的粉丝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譬如以前刻过 1.0 2.0 的，但很多人像我一样都是初恋追星，初恋磕 CP， 总以为自己磕到的是最特别的，自己的群体是最特别的，这得靠别人点一点的，或者靠自己慢慢摸索出来。差别在于有些人能比较早看清，有些人比较晚看清。现在进单，这部分大粉无处可去，也只能死命揪着俊哲不放了。不排除有的是经纪公司置入的脂粉，其实如果没进的话，下一对也会是一样的模式，一模一样的套路。话术四：那么多人背书潮牌，都是想要拆 CP。小哲出现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拆 CP， 而不是说案子之类。一开始我真不觉得潮牌的推出以及他朋友的支持是为了拆 CP， 请这么想的 CP 粉们醒醒，全世界不是围着 CP 而转的，难道没想过颜色改头像，苏苏戴帽子不过是告诉大家，嗨，我兄弟创立了一个品牌。李老说了，他有活下去的权利。但是紧接着阴谋论的洗脑包却满天飞，各种造谣谩骂层出不穷，说人家拆 CP， 难道不是因为 CP 粉抬进了他的身边人吗？造谣辱骂他的经纪人、他的兄弟，甚至他的阿姨、最爱的妈妈，把他身边弄得全员恶人，最后只剩下另外一位可以信任。这不就是那些课堂大粉脂粉的目的吗？不得不说，这招真高，因为很多粉丝居然信了，也是让我震惊不已。仔细想一想，那些阴谋论洗脑包都是哪里来的？普通粉丝是闲出屁了弄那些东西吗？话术五：唯粉路人粉帮他卖惨，觉得他过得不好，要赔很多钱。晕，首先他惨不惨？不需要卖。所谓卖惨一说，不过是把实情道出。如果把实情道出就觉得是卖惨的话，那不是卖惨，
而是食材。而唯粉路人粉为何要道出实际上他需要面临的问题，譬如赔偿问题呢？那是因为 CP 粉圈里给他营造了一种他过得很好，他有老公，被人照顾着，别人愿意花钱养他这么荒唐而虚幻的梦境。这些话术的根据在哪里？在于课堂大粉撒在糖里，在于那些编造糖料的洗脑包里。话术6，他现在掺 CP， 他以前不也一样撒过糖卖过粉吗？这个话术属于回踩蒸煮了。关于 CP 的模式和套路，前面已说过，很多糖点科点是课堂大粉脂粉的氛围营造，去看看其他家就知道。而在演唱会上，他给足了 CP 粉体面，是因为他对粉丝的体贴。不要对不起这份体面，一切磕 CP在于美好的幻想，而这个幻想的前提是尊重。所有糖点，无论是所谓的硬糖也好，软糖也罢，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刑侦分析，也不过是推断，更不用说那些毫无根据的糖料洗脑包。磕到真的，高高兴兴；磕到假的，经历过美好过就行。磕个 CP 磕成偏执，不值得。最后，不要成为乌合之众里所说的这类人。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